are we? 今天我们在三芝，今天我们要来做陶。We're gonna make ceramics. Actually, he's gonna make ceramics. I'm gonna but 做你手上这个杯子。yeah, like this. Look how beautiful this is. Yeah. Do you want it? Yeah, you know you want it. So, shall we go in? Yeah. All right, let's go. See you in there. 好，我们现在要来做陶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主人 Sam。嗨，小柏树的主人 Sam 今天要来教我们做陶。那我们今天要来做的陶，要从哪里开始呢？对，我们先把那个土拍成一个球。其实是要把这个土把它弄成是比较扎实的。那这个动作有没有名字？这叫什么？这个现在在拍的这个动作变圆形，叫什么？什么？变圆形，叫什么？有一个名称吗？因为我们土平常放在那边，对，它在睡觉，所以我们叫它 wake up。形土，哦对不对？对，好，可是你等下，因为这个土比较湿，等下可能会粘住。对。开始之后，再来就是定中心。他们拉胚也会定中心，那就是你从这个上面，然后用你的拇指，然后把它从，不可以这样，你这样下去的话，它就会这样。所以你对，你要垂直，对。要垂直，对，垂直。这个步骤一定要垂直，定中心，这样定中心。对，然后因为你的要多深呢？你可能要留一个下面的底土，然后你的拇指跟你的这个中间会有一个差距，你就自己看你要留多少。对。好。所以我现在就从里面开始一直往外。对。然后你先定中心完之后，就整理下面的底土，你先把它往外推。整理下面的底土。那等到你决定到你杯子的宽度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往上拉。接下来就是用你的，等于是两只手，你可以用两只手，也可以用一只手。有一种方法是这样子，然后把它往上拉，这样子往上拉，这样子有看到吗？这样子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哦，等于是。但是其实这样子也很方便，对，那有手感，没关系，It doesn't matter。Yeah. 因为我觉得没有关系啊，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们就做一个想做的杯子。因为陶土是一个很好的媒材，就是当你在做的时候，你是什么情绪，它就透过你的手转化到你的这个土上面，然后就留下你当时的印记。对，老板可以擦了吗？可以了。好，就把土推上来， Yeah. 这样。你懂吗？懂了，但是我没有要那样做。他不是说不管怎样做都。你要等它干的时候才可以拿起来。是啊，太细节。不是因为它这个阶段，因为土还是软的，它其实要到有一种叫做皮革干，就是它还可以修，但是它有一点硬度的时候，我们再来修它的底。对。我有学过吗？在学校有学过。有学过。可是你是用那个对，那个有。因为我们的手会有温度，那原本土里面的水分就被你的温度，然后有点蒸发。那其实如果它有点裂纹，你不想让它有裂纹，就沾一点水把它弄一下，它就会那个。但是通常我们在成型的时候，用手捏的话跟拉胚不太一样，因为拉胚你要靠水把它成型，但是我们用手捏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抹很多的水，因为它水的话它就会。就会比较容易 soften， 对。所以这上面其实是 OK 的。对，是没有关系。这是一朵花吗？之后要变成一个真正的杯子，它还要经历什么阶段？我们这个，比如说到你这个阶段，那我们等它会再干一点，
让我再帮它修底。然后底修完之后，就等它再干燥之后，我会再把它放到我的电窑里面，然后速烧到差不多600到800度，先把它速烧一次。那速烧完之后，再把它拿出来。那因为一般你看到的颜色就是我们要再一次上油，然后等到上油完之后，我会再把它进去电窑里面烧到1230到1240度左右。那这个才能够把它烧紧。但是这个是第二次烧，所以要分2次。速烧一样，速烧先烧到800度，然后再一个上完釉之后，然后烧到1240度。烧完的话，如果一般电窑的话，大概要2天的时间。哇，要2天。对，因为我们要从1240度，然后一直冷却，然后也不能马上就把它打开，因为你打开的话，因为空气冷热，它很容易就裂掉。哇。所以当初，新北市这么多地方，你为什么会选择三芝？因为三芝算是离我住的地方是比较近的地方，那再来这里又靠近山，又靠近水。那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爬山，我以前还有玩过帆船，所以这里以前也有一个帆船俱乐部，所以那时候就，冬天的时候可以躲起来做汤，夏天的时候可以去海边玩。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已经算是完成第一个手捏陶的阶段。是。然后你刚才说，我们还要静置，依照天气的状况去静置，大概1到2个小时。是。目前如果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就等它干一点的时候，等到它得到皮革干的时候，我再来修它的底。好，我们现在就完成了今天的手捏陶，所以接下来就要交给我们的 Sam 老师来帮我们完成接下来好几个步骤了。Thank you, Sam. Thank you. 那这个是用电窑烧出来的。那电窑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速烧完之后，然后我们再上完那个釉药，然后再进去里面烧，用电窑把它烧。那电窑的话，它是一个氧化烧的状况。那我们希望这里有颜色，就是我们可以上不同的釉药，它就会出现不同的颜色。那这个我是用上了釉药，但是我是拿到柴窑烧。那柴窑是以前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发明电、发明瓦斯之前，那就是用那个柴窑来烧。那因为就烧了木头，那上了釉药之后，因为我们木头也会烧成有落灰，那落灰就会跟这里面的釉药就是产生结合，然后它就会有一种共融，然后看起来一个更自然的状态这样。对。好，今天谢谢 Sam。谢谢大家，拜拜，拜拜。Oh my god, that was fun. I know he helped me a lot most of the time, and you did it yourself. Yeah. Bye. Thanks for watching.